最近除了张雪机车夺冠持续霸榜热搜之外，一段张雪的采访也同样火出了圈。这么说吧，这老哥绝对是自媒体圈的一股清流，别人采访都捡场面话说，他倒好，净说大实话，每一句都扎心又好笑，直接把记者和重庆电视台整得下不来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我们先来看一段张雪采访时的耿直发言。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作为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创业，那您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咱们重庆给了您哪些政策、产业链或者人才方面的支持呢？如果当时你没有，我说真的吗？说假的？说真的，没有，没有一个子都没有。就是我们看那里之前的纪录片，就是看那里二十多年前追着记者，要一个采访的机会，然后今天看着这么多的记者追着采访你，你有什么感受吗？说实话，说实话吗？实话。如果你们不是关系户，你们今天进不来。其实我不想接这个采访的。说点场面话吧，还是？我场面话我要想一下啊。哎，你刚才问题是啥8年前追着一个记者，以前你追记者，现在记者追你，我也不知道哎。来，喝，要不你让我说啥我就说啥呗。就是结合嘛，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奋斗迷茫的青年，只要你肯抓住一个机会，你在未来就发光发亮，就是这种类似这种。这种话我不太会说，我操。OK， 我先编一段。不得不说，张雪的话直接把重庆政府的忽视摆到了台面上，实诚的让人佩服。说起来，张雪和重庆的缘分主打一个热脸贴冷屁股。2013年，他揣着仅有的2万元积蓄，带着妻子从湖南来到摩托之都重庆，就因为这里的摩托氛围，一待就是13年，从来没挪过地方。2017年，他和合伙人共同创立凯越机车，做得风生水起。2024年4月，他又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张雪机车，一步步深耕摩托领域。可即便这样，重庆政府愣是没发现这个宝藏人才。有人说他不出名，可早在2024年7月，他就完成了天使轮融资，上海高信资本直接投了588万，隔年8月就拿到了1级摩托车生产资质，当地工业总产值就达到7.5亿。这款车型开启预售不到100小时，大定数量突破5500台，这样的成绩重庆居然视而不见。说真的，不是运气差，单纯就是没眼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被重庆冷遇的张雪却被跨了好几个省的浙江国资当成了宝。这一波操作投资直接把地方政府的眼光差距展现得明明白白。浙江国资二话不说，直接豪掷9000万。当然，浙江敢赌可不是拍脑袋决定的。一开始是浙江创投团队里的一个摩托车发烧友翻出了张雪闭眼装发动机的视频，直接打动了总经理程俊华。用程俊华的话说，他对这个产业有深刻认知，是个痴迷技术的人，凭着发动机的声音和驾驶感觉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且浙江国资的严谨远超想象，投资团队直接扎进重庆，不看报表不查账，专门拆发动机，把37台机车的发动机拆了个遍，一台一台测性能，最后得出硬结论：张雪自研的 819cc 3缸发动机拥有150匹马力，全自主研发技术能排到全球前3，硬是啃下了欧美日系垄断几十年的硬骨头，这才果断出手投资。小编觉得浙江国资的高明就在于看清了张雪的纯粹和实力，他们不仅投钱，更懂放手，持股8.25%却绝不控股，让张雪手握73%以上股份，82%以上的表决权，继续做企业的话事人，还拉来宏昌科技、宏泉技术等企业串联起整个产业链，让他只管安心造好车。张雪的实诚不仅体现在采访里，更刻在了企业经营的骨子里。他坚持给摩托车设置年龄限制，有人说这会影响销量，他直言肯定会，至少减少10%的销量。但为了用户安全，我不要这10%，公司也不会死。这份底气从来不是空谈，而是源于对技术的自信和对用户的负责。
而面对坑害用户的经销商，他更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有经销商把海外运输损坏的车转手卖给国内用户，被投诉后还狡辩，张雪直接冷脸下逐客令：你不要说话了，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出去吧！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纯粹又耿直。爆火之后，各路品牌找他拍广告谈合作，开出再高的价格都被他用各种理由推掉。但一个小摩托车骑手想要和他交流，他从对接见面到拍视频，1周之内全部搞定，只因为这件事儿和摩托有关。他对研发更是舍得花钱，公司到账2000万，他敢拿出1900万搞研发，直言下个月能活着就行。更难得的是，他还不忘带动行业发展，直接把重庆摩托车工程师的工资拉了起来，1年2次调薪，让技术人才有实在的获得感。每年还拿出100万资助中国优秀小车手，默默为行业培养新生力量。据最新消息，张雪机车2026年1月已完成 A 轮融资，预计拿到9000万元投资，投后估值达10.9亿元。而张雪机车在 SDK 葡萄牙站拿下中国品牌历史首冠后，宏昌科技直接2个涨停，宏泉技术大涨12%，浙江国资这波操作堪称创投界的教科书。看完张雪的耿直采访，笑过之后更多的是感动。我们看到的是她如今的光鲜，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成功的背后站着一个默默陪伴她11年、陪她负债数百万的女人，她的妻子陈欣一。陈欣一和张雪是初中同学，从14、15岁起便相伴而行。她见证了这个农村少年从修车学徒到世界赛场冠军缔造者的全过程，也陪他熬过了最黑暗、最煎熬的岁月。近日，界面新闻对话陈欣一，他的讲述每一句都让人破防。2006年，19岁的张雪满脑子都是职业赛车手的梦想。为了求一个上电视、进职业车队的机会，他冒雨骑行100多公里，追赶湖南卫视节目组的镜头。这段后来全网熟知的名场面发生时，陈欣一正在当地县城的摩托车修理铺看店。他回来跟我吹牛，说湖南卫视都要来采访他，说他很厉害。陈欣一笑着回忆，语气里满是温柔。当时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爱吹牛的少年未来能造出登上世界赛场的摩托车，能成为万众瞩目的企业家。为了实现赛车梦，张雪卖掉了赖以生计的修理铺，揣着全部积蓄奔赴外地学赛车，却遭遇了骗局。有个人说可以教他，他就坐火车过去了。去了才发现对方根本没什么水平，就是以收钱为目的的，他就回来了。陈欣一说，那段时间张雪很沮丧，却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抱怨过。后来经人介绍，张雪去了江苏职业赛车手张继兴的车队，却没能拿到正式车手名额，只能一边做售后维修工，一边蹭着参加一些比赛。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直到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职业摩托车赛事1年的训练、装备、差旅等费用就要几十万，对于一个来自农村无人托举的年轻人而言，这是根本无法企及的数字。2013年，张雪揣着仅有的2万元积蓄，带着陈欣一从湖南来到重庆，决心从修车改车做起，造一台属于自己的摩托车。没人能想到，这场看似热血的创业，竟然开启了一段长达11年的借债还债生涯。他从刚来重庆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就开始借钱，一直借到2018年。陈欣一说，这些年夫妻俩陆续向双方的亲戚朋友借了几百万元，每一笔借款他都认认真真记在账本上，还清一笔就打一个勾，画一个爱心，从未拖欠过1分钱。在湖南老家有大年30前还清债款的习俗，所以春节成了2人最难熬的日子。但凡手里有钱，他们先拿去还债，实在没钱就提前跟朋友打招呼，说清楚还款时间。要是实在凑不出来，就再去借款或者卖点配件凑钱。那些年他们省吃俭用，不敢乱花1分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创业的前5年，夫妻俩的日子一直没有起色，直到2018年，张雪参与创立的凯越机车推出首款车型 500X， 当年销量突破800台，日子才终于有了转机。2018年，他每个月能拿到1万块钱的时候，我才觉得生活有了改观，不用再一直紧巴巴的了。陈欣一坦言，那一年张雪31岁，他看着这个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男人，满心都是心疼与骄傲。
本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可2024年初，因与合伙人在研发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张雪从凯越净身出户。那段日子是张雪的又一个艰难时刻，没钱没资源，要重新建起一个企业，她焦虑的整夜睡不着觉。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1个月左右，她就迅速调整过来，每天到处跑，拉投资谈合作。2024年4月，张雪创立了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也是在这一年，夫妻俩终于还清了所有私人欠款，结束了长达11年的举债生涯。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张雪又投入到新品牌的研发和赛事筹备中。当时公司仍处于融资阶段，出于对投资人负责的态度，他们依旧不敢轻松下来。张雪机车在 SDK 葡萄牙站拿下中国品牌历史首冠那天，重庆的直播间里，张雪看着屏幕里冲线的赛车和高高举起的5星红旗，捂着脸泣不成声，身边的陈星一也红了眼眶。当时怎么可能想到他有今天的成就，根本不可能想到。陈星一笑着说，眼里却满是泪光。夺冠后，张雪机车相关车型100小时内订单突破5500台，全网掀起支持国产的声音。陈星一的抖音账号也涌进无数网友，大家留言称赞他是最牛天使投资人。可只有陈星一知道，他从来不是什么投资人，只是一个陪着丈夫坚守梦想的普通人。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我的人生也是因为他的梦想而被更多人看见。”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动人的深情。有人说张雪幸运遇上了懂她的浙江国资，可小编觉得张雪最幸运的是遇上了陈星一，一个逐梦前行，一个默默守护。他们用20多年的陪伴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风雨同舟；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守与陪伴。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